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是早晨8点左右啊，海边是比较漂亮的。我们也很久没有那么早起来了，一般都是在8、9点醒过来，10点钟起来。今天起得比较早。早晨啊，这海里面已经有游泳的人了。一大早我们跑出来带孩子玩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太阳久了就比较晒，就不太能玩了。平时我们其实也想录视频，但主要的时间还是更多的陪伴孩子啊。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今天我想聊一下，就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现象。我看到很多就是在油管上的博主，一些在北美的，就主要是加拿大的，然后还有一些在欧洲的博主，他们最近都回国了。你觉得是为什么呀？这个其实就现在很流行说的那种反润嘛。我觉得就是主要好像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就是现在你像税什么的，生活成本、工资，对吧？对。就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资也没怎么涨，然后税的话又重，越来越重了这个税。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工作也没那么好找。因为那些国家其实它还是不停的在接收新的移民。也可以说他们是就是不是主动就是被动的，因为之前那些移民他比如说已经去，他可能会带很多家里面人啊什么，就这种在找很多新的移民来啊，这种现象就发达国家特别多嘛。那么这些人到了那个社会，他肯定会带来医疗的压力啊，就是对经济的压力啊，就业的这种竞争啊，对吧？对，就这种非法移民或者什么移民，它一多了，都会就是产生这种工作上的竞争。还有就是移民政策的收缩嘛。因为一方面就是说，很多移民这种不停的来啊什么，那对那些国家来讲，他们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都是提出这种口号。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也是在越来越向右转变，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像美国最大的这种移民国家都已经用了这种政策，对吧？你看像加拿大或者欧洲啊，他们都在改变他们自己的移民政策。就前天还是昨天，应该是前天吧，有可能波兰那边还举行了一个反移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活动。就现在这种方向性的转变，也会让这个很多移民就是他觉得来了以后又觉得待不下去了，就回去了呀，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不像过去就是十几20年以前。十几20年以前，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 WTO 的时候，对，你的工资，就你在中国的工资，可能一个月拿个1、2千块人民币，或者说更少一点，那一下子你到欧美国家，你就可以翻10倍。对，就而且这种就是脏的累的活，就是完全是，没什么人愿意做的，对吧？对。但是这个10几20年就出来的人也很多，也不光是中国，就全世界这种很多国家的人，对吧？都在就是润出来啊什么，很多这种人。总的来讲就是说是这种不发达的国家往发达国家的这种就是在移民嘛。对。那么这种竞争就已经是很激烈了，对吧？对。那么那些人他们老的这些移民，他待下去，他觉得钱越赚越难了，工资也没有过去那些年来的高，那他们跟过去几年一比，他觉得收入低了，那他就回去了呗。他觉得就是总的来讲，就是他对当下不满了，
对，他对未来也觉得希望也不大了，对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回去的，就是主要的原因。那我看这些博主，其实他们做的还都是挺好的那种，哎，就粉丝也多，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每个月收入也还行吧。对，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税的问题嘛。因为这些博主他赚得多，他一交税，他交个40%，对吧？那你看起来赚很多，你比如说你赚个1万美金，一下交掉5000美金，你就只有5000美金。然后留下来5000美金，你再要在发达国家这么生存下去，你就很辛苦啊。那他觉得，哎，我一下子回去了，就是有的人就甚至他就不交了嘛，对吧？有的人少交，对，因为他在中国好像是交多少20%吧，这种，他就少交了，或者是就怎么样了，你就他一下子觉得就很省钱嘛，对啊。那他回去了以后，他还有很多别的收入啊。他本来做油管，像在海外做油管就是做油管。你做那个国内的那些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平台，抖音这种，你是能够做起来量，但是你是接不到广告的，因为国内的那些平台都是靠厂家给你做广告一个产品，但你在海外的时候，他们又不会把东西寄给你，或者说他又不会。对吧？对。那么他在海外，他积累了粉丝，他积累了这个国内的这些经验，就说他账号都起来了嘛，那么他觉得在外面工作也没意思了，那么他回去，在国内做的风生水起。我也看到好几个呀，他们就是回去什么小红书广告一做啊什么，就而且国内中文这种人多啊。对，讲中文的人多是吧？他回去受众观众都很多，他一下子就是1年赚个收入都要比油管要翻好多倍。对，这个我觉得是经济，主要还是经济的账。这个大家都会算的。尤其是海外出来那么多年的人，他们对税啊，就已经出来，比如说工作留下来在这边都8年到10年的人。一般你刚来1年、2年、3年，你可能不是很懂。你到个5到8年，基本对税啊什么的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他一统计下来，一算下来，对吧？他算个账，这个很正常的。就像有一个博主，他之前是在英国的，对，他把英国的房子租掉了，他跑去一个马来西亚，对吧？对。你这个很简单，就他在英国，就算他有一份工作，那英国这一份工作你就是赚进来以后，你去掉税，你再花掉，就基本上是打平的，就你只能维持生活。然后你英国那个房子他也没有出租，就等于住在里面。对，你把英国的房子一租掉，你就可能赚一笔钱，这笔钱就足够你在比如说马来西亚去租个房子或者。就生活费，对吧？他在做油管就变成纯赚的了，然后税又少交一点，对啊，这个一比，而且那个同样的汇率上的生活，两个地的物价也不能比，生活质量又不一样，生活质量也提上来了。就像你在英国，你用2000英镑，跟你到马来西亚去用2000英镑，这差距差远了，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账，而且呢，就是大家对未来其实它是没有那么确定的，就像现在，你比如说像西班牙、像欧洲，你说未来这个税还会不会涨？我觉得会啊，对吧？你如果像这种俄乌战争没有结束，你马上能源啊、天然气啊什么又要涨了，然后物价什么的还是涨，这2年涨了已经很多倍了嘛。但是工资有涨吗？没有。就业涨了吗？没有，就业越来越难了，对吧？所以就是他们觉得，哎，再这样下去，因为这个东西有曲线的，他前面过了5年6年，他发现，哎，这个好像一年生活就变得难了，是吧？他觉得，哎，未来一下，他不可能这个曲线一下子下跌，一下子抬起来了，就不可能啊，对吧？确实。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判断，再加上这些人他回去，他可比就是没有
来海外有经验的人，他有竞争力啊，他多少外语懂吧，对啊，然后见过世面吧，看的东西也更多一点，对吧？对，啊，再加上他回去，他心态可能也更好，你就没有出来过的人觉得，哎呦，旁边那个谁谁谁家里面邻居赚了很多钱了，我怎么没赚到，对吧？这种出来的，一般在外面经历过了，他回去的心态，他也会更好一点，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那我还发现有一个现象哦，就是虽然你说西班牙现在经济不好，然后物价又很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上来哎，就像我在小红书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帖子，就是他们还是很想出来的。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了，就是有人他是从那个，反正是走线走进来的，走线到欧洲啊？对，然后他走进来以后，他就发帖嘛，你去小红书上看，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说就是要找一个那个黑的工作，然后还有的人说那个，他只要就是包吃包住，他工资都不要，他1毛钱都不要，就是有这样的人啊。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工资也不要？我觉得这个主要是2个原因推动的，一个就是说还是中介的问题，就中介做这方面业务的人，他把就是欧美国家他反正就包装的特别好，对吧？就他把人家就是欧美国家本国人的生活，他告诉你，他让你觉得就是很好，对吧？就像现在我在那个中国，我说哎，这个马云的生活过得有多好，谁谁谁刘强东生活过得有多好，对，他跟你没关系，对不对？跟我也没关系，就是这些中介他就把人家的生活告诉你，他告诉你的并不是说是那个就是你作为移民，甚至你作为那个走线过来的移民，你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偷换概念，对吧？然后他利用一些那种就是现有的移民政策的法规，他告诉你，他说啊，2年以后你就可以有居留有身份，偷换概念懂吗？他告诉你2年以后有居留有身份，好像你就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了。或者很多人他告诉你，你看只要你有一定存款，你有办个非盈利，然后你来，你就能找到一些工作，你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能转居留啊，对，他就告诉你就是一种不对称的信息，但是这些人呢，就是相信这些东西的人，他们本身这些人他对这种欧美国家的生活现状，他是没有概念的，他完全不了解。